爱宝乐园不只是只有2个爷爷的生日会被同事们庆祝，而是每个同事都有着同样的待遇和庆祝仪式。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宝家家族总会透露出一种和谐又有爱的气氛，而这样开心快乐的状态也在默默感染着宝家成员。而且虽然福宝现在已经不在韩国了，但是爷爷们知道自己现在的一切，乃至爱宝乐园现在能拥有这般名气，都是来源于福宝。所以就算这次福宝的生日福宝不在韩国，但爱宝乐园和爷爷们也同样为福宝做了一个超大号的生日蛋糕，为福宝庆祝生日。宋爷爷表示，这样将福宝的蛋糕摆放在公共区域，可以方便一一拍照，一起为福宝的生日应援。而且对于福宝的生日蛋糕，宋爷爷和其他饲养员们也没有偷工减料，反而看上去比爱宝和姐妹俩当时生日的蛋糕还要大。而在这周，宋爷爷还去逛了金主爸爸开的宝家快闪店，不愧是财阀，这布局和设计感看上去就很高级。宋爷爷连连夸赞，疯狂给路人们安利。宋3岁还站在瑞宝辉宝同款贝贝树下拍了一张合照，然后现场给自己 P 了一张图，使自己骑在了树上。其他人看了可能会认为宋3岁这样没什么问题，但是了解宋3岁的人都清楚，这实际上就是个软广。因为如果宋3岁想要这种合影，完全不用 P， 完全可以在园区自己照一照。毕竟宋3岁抢辉宝瑞宝的贝贝树已经不是1次2次了。不过也可以看出宋3岁这次有很大的收敛，不然的话，就算这棵树是复刻的，宋3岁也会爬上去亲身体验，看看舒适程度是不是也是同比例复刻的，顺便还会给出点改进的建议。而当宋3岁看到福宝的照片时，痴痴站在福宝的照片前停留了很久。虽然福宝的照片宋3岁可能天天都在看，但当突然在一个新的环境里再次看到他时，就算看了很多遍，也忍不住的想要再仔细看一看。这就是福宝作为白月光对宋3岁的杀伤力。也有瑞宝辉宝跟在妈妈后面自己下班，现又有爱宝下班时强制带上姐妹俩。昨天辉宝自己玩耍时，听到通道门口传来声音，看到宋爷爷出来了，连想都没想，立马爬起来去追爷爷。虽然辉宝小腿倒腾得很快，但是奈何宋爷爷腿长，宋爷爷转身走进门，立马将门关上。辉宝被卡住了小腿，生气的辉宝看到这时通道门还开着，一气之下跑进通道门，而此时的瑞宝转头发现园区只剩自己了，想了想自己也跟了上去。这次收熊是有史以来宋爷爷最省心的一次。另外，最近姨姨们可以看到，爱宝在园区睡觉时不在床上睡，而是喜欢睡在饮水盆旁。其实是因为这个地方有个空调口，从一旁晃动的竹叶就可以看出来，爱宝感觉这个地方比较凉爽，所以喜欢趴在这里休息。因为瑞宝和辉宝的原因，爱宝的室内园区现在还没有给冰床搬回来，是怕姐妹俩偷偷睡冰床着凉闹肚子。而乐宝这里已经早早的就想出去。而今天爱宝下班时，爱宝宛如觉醒了灵智，主动走到通道门口前，像是在跟奶爸和姨母交代，表示自己今天帮忙收熊回家，然后便转头走向了姐妹俩，选择了离自己最近的辉宝，之后连推带打的给其带到了通道门口，打算强行给辉宝带回去。看得出辉宝此时还是抗拒，但是被爱宝压在身下，毫无办法一动都动不了。辉宝虽无谋，但是体力明显充足，看到妈妈一放松警惕就跑了。爱宝见辉宝跑走了，走回去又将树上的瑞宝拖了回来，但是这次爷爷和姨母没有跟爱宝配合好，迟迟没有给爱宝开门，最后瑞宝和辉宝都从爱宝家里跑走了。不过宋爷爷看到后，为了表扬爱宝，给爱宝带来了一根大竹笋。爱宝此时坐在通道门口吃着竹笋，都还在催促姐妹俩赶紧回家，别让爷爷担心。爱宝真是越来越让爷爷和姨母省心了。不愿下班的辉宝又启用自己的锁腿功，只见小土豆腿辉宝勾住爷爷的腿，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摆脱光俊的锁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。昨天姐妹俩下班时，辉宝看到圣熙姨母来了，看到圣熙姨母过来，辉宝兴奋地躺在姨母旁边，拉着姨母的手想跟姨母贴贴。圣熙姨母看到后也是满眼笑容，不停地抚摸着辉宝。这时听到动静的瑞宝突然探出头来，姨母被突然出现的瑞宝给可爱住了，呼唤着瑞宝到自己身边，也给瑞宝体验一下自己的按摩手法。此时的这一幕正被拿着手机的江爷爷记录着。辉宝看到江爷爷过来，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，然而爷爷见辉宝过来，便向后退了一步。看到爷爷动作的辉宝逐渐变得生气，暴脾气的辉宝扭头就把身后的瑞宝给推下了平台。被推到平台下的瑞宝想寻求江爷爷的安慰，却看到爷爷走向另一边，伤心的瑞宝趴在地上不停地抽泣。
瑞宝转头走向喜欢自己的姨姨们，瑞宝是懂如何安慰自己的。江爷爷见状，赶紧跑过来护住自己种的芋头苗。现在的芋头苗已经没几颗了，不过瑞宝心本不在此，而是在一旁的南天宝上。只见瑞宝将南天宝拽倒的那一刻，江爷爷的面部一下就变红。瑞宝看到外面的姨姨们正在拍自己，假装擦了擦自己的眼泪，表示自己才是受害者。在姨姨面前卖弄了一番可爱的瑞宝，一会儿又走向了小木床。正在跟姨母玩耍的辉宝看到姐姐瑞宝想要爬上平台，直接转头跑来，又把瑞宝打倒在地。被打倒的瑞宝欲哭无泪，看到江爷爷正在上面，瑞宝便想要跑到江爷爷身边告状。辉宝一眼看穿了姐姐的下一步动作，只见辉宝快步跑到江爷爷身边，还没等靠近爷爷，爷爷就被两小只给挤下了平台。辉宝转头又走向了圣熙姨母，只见辉宝跟姨母在滑梯上玩起了捉迷藏，玩得正开心的辉宝，没想到姨母竟然从滑梯上把自己给拽了下去。气急败坏的辉宝转身往小树跑去，姨母见状赶忙跑过去阻止。看到姨母过来，辉宝直接扑向姨母，结果自己从树上滚了下来，随后起身再次跑向小树，没想到姨母紧跟其后。辉宝这顿操作给圣熙姨母溜得团团转。在一旁看不下去的江爷爷把手机交给姨母后，便亲自来抱辉宝。知道爷爷要抱自己回家的辉宝开始来回乱跑，以此来躲避被江爷爷带回家。不料江爷爷直接从后面把自己拦腰抱起，没有办法的辉宝只好使用自己的左腿术。只见辉宝用自己的小短腿勾住爷爷，无奈的爷爷试图用跺脚和端正的左腿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将爷爷的腿抽筋了呢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的辉宝还是没能逃脱被带回家的命运。宋三岁举着一根竹子跟辉宝玩起了躲猫猫，宋三岁用竹子遮蔽着自己，而辉宝躲到树后面后，认为宋三岁一定没有看到自己，更发现不了自己。辉宝此时感觉自己聪明坏了，露出了得意的微笑，而宋三岁就这样一直举着竹子，认为自己这样辉宝是看不到自己。两个掩耳盗铃的家伙此时都沉浸在了自己的世界里。宋三岁这时举着竹子率先出击，悄悄绕到辉宝身后。宋三岁的操作很是成功，此时的辉宝根本没有发现，辉宝反应过来时，宋三岁已经跑远了。爷孙俩一个未满1岁，一个3岁，彼此玩得不亦乐乎。一会儿，辉宝想爬到小亭子上，宋三岁调皮的给辉宝拽了下来。气不过的辉宝立马跑去追宋三岁，不过宋三岁迈2步，辉宝要走10几步才能追得上。宋三岁跟辉宝玩耍了一会儿后满足了，留辉宝在园区，自己则回到了房间。宋三岁回家后，很快爱宝便来到了园区。此时辉宝那股调皮的劲头还没消散，辉宝蹲在爱宝身后，还想挑衅爱宝，但辉宝又惧怕爱宝的气场，真是又怂又爱玩。辉宝被爱宝吓得连连后退，但当看到妈妈要走时，又立马跟在妈妈屁股后面，这让爱宝很烦，反手给了辉宝一巴掌，给辉宝从独木桥上推了下去。当妈妈不看自己时，辉宝又被杀死。辉宝跟着妈妈来到小木床上后，辉宝趁妈妈在吃胡萝卜时，从妈妈的竹子堆里偷偷给竹笋找了出来。找出来后，还回头看了眼妈妈，看妈妈有没有发现自己。不过很快，爱宝就给胡萝卜吃完了。之后，爱宝从辉宝手里给竹笋抢了过来。不过爱宝给辉宝留了一半竹笋。爱宝的爱是体现在这些细节里。辉宝拿着妈妈留给自己的竹笋，去到了滑梯平台上。而爱宝一会儿吃完手里的竹笋后，也没有再去抢辉宝手里的竹笋，而是直接吃起了竹子。而辉宝这里坐在滑梯平台上，吃着妈妈留给自己的竹笋，很是开心。